焦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定了呀，4个菜。4个菜。哦，4菜1汤。还有个汤啊。哦，4菜1汤1甜品。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说完了。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豆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嗯。那焦师傅这4菜1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迎来素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其实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会赢，你也未必会输。是吗？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啊？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爆炒西门庆是什么？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那油炸潘金莲呢？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确实也上不了台面，是吧？万福啊，你会做鱼吗？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灵爪桂鱼。灵爪是什么东西？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东西。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藻曰灵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曲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我老王爷又犯了，我又急起熬牙了。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实，却偏偏说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搞一个孟府家宴如何？孟府家宴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啊，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儿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和，为损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然也啊，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这老百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夸夸夸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啊，过来，你
你跟我念啊。嗯，大雅含义有云。大雅，含义，这仨是什么关系啊？哪仨？大雅，含义有云。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不是人。《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嗯，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怎么不可能呢？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呀。找到孩子，这宝典呐，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哎，来，喝口水。韩护士，我这打完了。好，不是，快点吃啊！谢谢大夫。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来这边。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来，来，你真吃了？你吐出来，吐，张嘴，那是水银有毒，张嘴，快吐了！你怎么不搞这个吃了呢？算你是个正常人。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不给。我话跟你们说治了，再不给我抢了。哎，你干什么？我们是先进来的，我刚进来的，我营长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快点！我管你们有没有营长，我排长也是啊。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还要给我？我们营就剩我们2个人了，你把我给我！不给！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快要给我！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那我就炸死他！把他一起在你干嘛？我要给我求你们了！我赌你不敢拉这弦儿。不敢了。你试试我敢不敢拉马要给我？因为就1个人而炸了20个人。我管你们20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我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参谋长，要不能给，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这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在战场上，
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想活也活不了。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团长，团长，团长，兄弟，对不住。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95条命，死不了。但我得拜托你个事儿。你说，你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大姐，就跟她说，我对不住她。哥，你不是说你有9条命吗？哥，大夫，班长，大夫，救救你！我给你跪下磕头了，我救救你了，我救救你了！我当牛头马报答你，你救救我哥！起来！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他用吧，那边用不着了。立即注射，班长，我就说死不了，我95条命啊！医生，班长，院长，我们围坐在一圈儿，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我坐在顾老后面。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呢，真是触目惊心啊！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
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这屁用也没有啊！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啊，李生，你过来。日生，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国外白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5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我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事业在。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2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偷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舰。何晨，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边，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军工厂了。其实最关键的是这2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邵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邵老，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可把您盼来了。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田先生，
久仰，幸会幸会。少老，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少老，李先生，兄弟，快请快请。好，好，好，谢谢。万福，哎，去把长鱼烫水、去骨、去腥。焦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把锅拿开呀！哎，焦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万福哥，你呢？马上。万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知道了。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军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华商得49%。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强盗行径啊！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 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l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Vous avez raison. 少老，您德高望重，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少老，布朗先生和瑞生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了。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呀！啊，松鼠桂鱼，3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棘手啊！邵某早有耳闻。少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何晨，费心了啊！来，开始吧。少老。哎，四宝姑娘，前面吃的咋样？吃的好着呢。哎呀，邵会长可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哎，美食家自然知道好坏啊。是。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底是什么？底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10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和珅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呐！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收得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少老太了，林某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道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顾老没了？顾老走了吗？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顾老就没了吗？顾老，顾老啊！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不要！刀剑相逼，特务手段，我金其武昂藏7尺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吉兄，吉兄姐，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的，
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完了，完了！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金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香奈儿，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这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2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是担心。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林某一定事无巨细，小犬马之劳。有劳。北方菜来了吧？来了。什么菜？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孟府四端。孟府四端，啊，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1道菜。什么叫孟府四端？伯劳先生，四端指的是4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哎呦，对。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不碍事。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这什么鱼？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谓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还有吗？还有，马上。少老，尝尝。请。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何晨
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何占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一想。哎，怎么了？鱼刺儿来了。哎，你吃点东西。这个顺一顺。田先生。哎，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粘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的也好，有文化。老陈呐，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老陈，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啊，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好，来。嚯，三儿大姐的梳子自己换。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哎，那小兄弟叫啥名来着？梁远征。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咣一脚给他踹过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哎，兄弟，起来。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老兵油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来了？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10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对啊，有，是不是？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
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你走了一关。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呸呸呸！我9条命的人，到哪里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是，说点正事啊，说点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咋想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们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还让你受了伤，对不住。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我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是啊，说好了，我们都商量好了。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了！老兵油子，哎，别打白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对，挨个打，走，快点！哎，排长，哎，扶着点，扶着点。哎，扶着点，来，排长。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三儿大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来。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河灯。潘护士，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
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粉。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韩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那我叫你张大哥。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87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什么都没有，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也忙忙碌碌、独当一面的，他放心了。我很羡慕兄弟，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个心里话。爹，我老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中，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它懂感觉，它知道我心里疼，知道我有多难受。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会到大海，终归会到大海。摘草，折船。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折很多很多只，给我87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好。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你不怕？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爹，要么你们别耗着了，我给你把床板放下来，你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嘿，回来了。如何？砸了，输了，输了。那灵爪桂鱼输了，独乐乐、钟乐乐也输了。嗯，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嗯，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菜没做好，做好了，词儿没背对，都背下来了。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全说了，一个字不差。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嘿，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他说你骗他。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是这么回事儿。然也，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赢！哎，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你这个臭小子，我拿钱！别，我错了，我一定。哎呀！不是咋了嘛？你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
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因为你傻呗，为什么？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辞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哎，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比，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是，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813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策。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先生，要我们陪您说说话吗？帮我按快门。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去查，只要他跟这3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罢了，人黄不讲啊！啊！来。谢韩护士。
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傻妹妹，那都是戏。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不是的，小姐，我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小姐，你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醒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啊？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好，姐，照顾好自己。保重。姐，到了香港记得写信给我。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淑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1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这1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
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消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岳飞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2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你跟他们有接触？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可以给我看看取经吗？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铭灰扫干净就行。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四宝姑娘，哎，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行，就是别让小云妮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不会不会。我先去收拾田先生的卧室了。你先忙着。好嘞。月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儿》，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妹妹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2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跑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举上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她1根火柴，也没有人给她1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
懂啊！哎呀，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接着把它讲完吧。我这是逗孩子的。那孩子叫月明啊，对，月明。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万福在厨房做菜呢。你接着忙。好。哎呦，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我自己来吧。啊？四宝也被开了吗？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吗？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您帮我长长眼。啊。可惜呀。怎么了？这书啊，
自我介绍，叨扰了。失敬了。这是令郎啊。犬子。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多亏了老先生指点。哪里？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好。您跟他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啊。不是，您要是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那你听听我说什么了？我无妨。吾观此人，亦读书人也。飘散在他自个州，召集自个州，慢点。哦。啊。在他自个州。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你可真够油的，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水美，山美，人更美啊！走吧，饭出来是溜腿的，不是溜嘴的。腿要溜，嘴也要溜啊！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嗯。怎么了？数不对啊？数是不对，多了一份。